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姐。今天我们要来分析的作品是 SS 新作品 Crayons 啊，这首作品呢是昨天那个有一个社群的朋友给我发的那个群里说，哎，老师，我想听点评这首。然后我说点开看看这是什么，一看是SS 的一个新专辑，算是新专辑吧，里面有一半新歌一半旧歌这种。我平常听他的也不多，有很多旧歌我也不是很熟，但是这首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应该说是10年前的，是非常具有那种10年前经济上行时期的这种 metal progressive， 非常的昂扬向上，然后音色明朗，然后真正的 progressive 在渐进，不停的推进渐进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然后听了2遍以后，我就发现我有好多东西想说，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3点吧，一样是不说太多，就说3点。好，首先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10年前的那种味道，对不对？像他们这种级层的，像他们这种级别的，还愿意去做这种老的、很传统的、长的这种 progressive house 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我对这个作品印象非常深。好，接下来我就要说的第一点呢，就是跟这个 progressive 有关，就是尤其是对我的学生或者是一些制作人朋友，我会建议大家不要模仿 SS 这么做啊。首先不要模仿它，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快时代啊，人们的短视频恨不得就15秒，甚至都还讲究2秒的那个什么留存率什么的。那对于这首progressive， 我们看这还是一个不是加长版的，是短版的，一共有我记得有5分51秒，就6分钟了。而且这首作品它从头到尾一直只在重复这几个元素啊，我们看。我们发现它整个6分钟一直只在重复这几个元素。那么我的学生给我交作业的时候，如果他的作业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会交一个8、9分钟这样的很长的 progressive house， 然后里面又没有多少元素，听起来就是不停的在8×8拍一个段落，在循环一个元素，然后下一组段落又是在重复那样东西，然后不停的直接就想切割了。所以对于他们这个量级的制作人来讲，他们这么做，首先他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然后他有厂牌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这首歌无论有多烂，有多好，或多坏，它出来至少它的一个基础播放量级就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把一首作品打造成符合当下时代人们审美的一个恰好的一个结构，恰好的这个刚刚好的结构，然后里面设计的所有的元素也都非常的抓耳，才是对于我们来讲最合适的生存之道。好，然后第2点，这里我稍微做了一下小的一个8代啊，把一些音色大概，而且是使用我们这个 NLive 自带的这些软件合成器还原一下啊。这个里面有一些迷笛啊，有一些音色，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我的课程平台的免费资源区里面自己去下载啊。好，那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它这个主旋律。OK， 我不知道你们在听到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那对于我这种是拿迷笛键盘来录音的，就是我的和弦也好，我在创作的时候，我的和弦、我的旋律都是我自己弹出来的。那这个地方很像是我不小心会弹错音、碰错琴键的那个位置。当这个地方很像我不小心碰错音的那个地方，所以对于我这种
对于我来讲啊，我当时听到这个以后特别难受，就很想把这个音符给它改一改，调一调，或者就觉得这好像是录错了。但是也许对于 SS 来讲，它这里是一个他想要的精心设计的一个打破前面不停一直循环的这个哒哒滴啊，都是在正拍上的。我们听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这些都是在正拍上的。突然这样切一下子，它会给人一种好像打破了一种 loop 循环，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但这个就像我说的，我很像我弹错的，我就很想改掉它。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发现前面的这些音高都是哒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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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高一，先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然后到了第8小节最后的时候，先是改成了一个低一个高，从下往上走。我们听啊。哎，它一下子变化了一下这个音的音高顺序，所以我相信它在这个地方设计的这2种迷笛的改法，这个写法，我应该是更多的是想打破一种 loop， 打破一种这种循环，想去营造一种更抓耳、更吸引人的一种感觉。确实他们也做到了。对于我来讲，可能对于一般的听众，他可能对于这个乐理啊什么的，他没有这么明确的概念，就是听歌只觉得好听不好听的那些人，可能觉得还好吧，反正挺好听的就无所谓了。但是对咱们制作人来讲，可能这个就非常的敏感啊，这是一个点。那对于大家这些制作人朋友或者我的学生们，那大家可以去尝试啊，最好是多去做这样的尝试。但等你做完尝试了之后，一定要再跳脱出来，去再审视一下，说我做的这样的尝试是否有必要，是否本来应该挺顺畅的，结果却添了乱。你要更加的冷静的去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啊。OK， 这就是这个第2个我要说的。然后第3个呢，就是这个和弦。这个和弦啊，还是非常的啊，我这个有一个和弦的。还是这个和弦的写法，无论是结构这个写法，还是这个节奏啊，节奏都是非常典型的 Melodic Progressive House 的一个写法。所以如果想要学习或者想要更深层次了解这个音乐风格的人，可以观摩或参考他们的这个和弦啊。当然他这个和弦可能不见得我写的这个是跟人家一模一样，不见得啊，这是我自己扒出来的。但如果你们想要去深度了解的话，其实这个可以拿去做一下参考的。OK， 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这首作品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听的。我会非常愿意把它放到我的 set 里面，或者是放到我的电台节目里去播放它，因为还是我自己内心当中还是最根深蒂固、最喜欢的，还是这种10年前这种经济上行时期的这种 Melodic Progressive House， 又兼具氛围，又兼具旋律性，然后整个就很精致啊。这个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啊。OK，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